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锅底总是黑漆漆的，今天教你一招，轻轻一擦就变得锃亮。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一年365天，一日三餐，顿顿都少不了炒锅。一旦使用时间过长了以后呢，在锅底上就会形成一层厚厚的油垢污渍。如果这些污垢我们不及时给它处理掉的话，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厚。长时间以往，以后就会影响锅的导热能力。锅一旦导热能力变差，当我们在用来炒菜的过程中，就会让菜受热不均匀，炒出来的菜肴口感呢，就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。不仅如此，长时间的烹饪呢，还费电费煤气，所以我们家里的锅一定要及时的对其进行清洗，避免其导热不均匀。那么在对锅底进行清洗的时候，怎样才能够轻松不费力不伤手呢？一起往下看。首先我们用清水将锅底淋湿，然后我们准备一包小苏打粉，将小苏打倒在锅底的表面，淋过水，小苏打才能够吸附在锅面哦。整个锅底都均匀的撒一些小苏打，然后我们拿出家里的纸巾，将小苏打覆盖住，贴满锅底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留住待会儿要用到的液体。用纸巾覆盖住呢，液体不至于会到处乱流。好了，现在拿出家里的白醋，将白醋一点一点均匀地加在上面。这时就可以看到它们起明显的化学反应了。我们可以明确地观察到，锅底会有很多的气泡，正是这些气泡的作用，就能够让这些脏东西呢被完全软化。不用管它，就让它这样浸润1个小时左右。很多朋友会好奇这是为什么？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因为小苏打是一种很好的去污能手，其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，碱性很强，能够很好的去除各种污垢。而白醋呢，能够起到软化污垢的作用。白醋中含有醋酸，它能与黑汁中不溶于水的钙、镁盐和碱反应，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盐，从而达到去除烧焦黑汁部分的效果。这样混合起来一起使用，就能够事半功倍，把锅底清洗得更加的干净了。浸润软化污垢的时间一定要长一点哦，不然刷洗起来呢，你会觉得很费力的。好了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将纸巾揭下来就可以，顺便再擦一擦。现在软化污垢的步骤做完了，我们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刷洗工作。首先往锅底上呢挤入少许的牙膏，牙膏具有增白剂和摩擦剂，也有清洁去污的能力哦。除了要加上以上的3种物质以外，最后我们还要往锅底的表面呢加入适量的食盐，因为食盐形成颗粒状，把它加入锅底表面的话，我们在擦拭的时候就能够很好的增强锅底的摩擦力，这些脏污垢就更容易脱离。我们刷洗锅底的时候，要用软一些的百洁布来刷洗，不要用钢丝球哦。在面对这些污垢的时候，很多朋友说用钢丝球去擦不就行了吗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用钢丝球直接刷洗特别费力，毫不夸张，可能1个小时你都刷不干净。而且钢丝球的摩擦力是很强的，对铁锅的锅底呢会带来很大的影响。稍微一用力的话，就会把锅底磨得全是各种划痕，还会把锅底越刷越薄，是特别伤锅的。如果你用了今天的这个方法，那就很轻松了。看看，没刷几下，黑垢已经刷去大半了。接下来就把这小块刷洗干净就可以。在刷洗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太干了，
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白醋或者是牙膏哦，把整个锅底都给擦拭干净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刷洗过后的锅底，效果很不错吧？花个几分钟的时间，就能够轻松的把锅底给清理干净了，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小方法。现在我们将它表面的污渍冲洗干净就可以啦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掌握好这个清洗锅底的方法以后，就算锅再脏再黑，也能洗得像新锅一样。这样的清洗方法适用于铁锅、不锈钢锅、砂锅等所有我们平常家里面用的锅。您学会了吗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要每隔2个月就要处理一次哦。如果铁锅长时间不处理的话，其底部的污垢呢就会越来越厚，从而影响其导热能力，就会影响锅的使用效果。大家一定要牢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